我那之后的工程人员跟运输人员今天都有来，我想说，其实这个动作要快。看他的夹层。恢复他们原始的状态。对对，严守他就是一个很有自己的理想的人，他没有很多跟他学画画的人，就是很少数的做工艺一直坚持下去的，做设计的人，他总是想着他的创作要怎么样再回到跟台湾的风土结合，跟台湾的最根本的人文的特色结合。就因为讲，这个咱是台湾人哈，因为咱这个气候，甲在这个这个文化有不同的所在。所以阮咧像讲伫学校时代，我的色彩甲日本人拢甲咱无相同。什么款的是台湾的色彩啦？白色也毋是台湾的色彩啊。我讲太阳的色彩。咱遮太阳较强嘛，因为我来讲，我是台湾出世，我是这么台湾。2021年之后呢，这个作品，曾经出现在新闻里头，但是后来就不晓得去哪里。那这件事情看起来就是一个还蛮有挑战性，而且也觉得是，严老师说，如果能够有这个作品，那个用来回应这个120年的这个展览呢，我觉得是就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任务啦。我们当初只是一个很强烈的心愿，没有很仔细的去思考这件事情
会有多困难。但是这件事情确实是应该要做的，我还是觉得是正确的。第一个，我们必须要确定它在哪里。如果我们没有下一个决定说要借这件作品的话，根本它在哪里都不知道，然后它有可能会摆在那儿很久。其实你看它外面有个钢条，但是真正顶住那个，我知道就是在这个之前哈，我们也请这个曾经接触过的学者啦，或者是颜水龙的公子杨千峰去联络啦，或者是就是看起来都好像不太顺利。博物馆的同仁去联络，大概没2下就断线了这样。后来我就想说我自己联络，我就请我办公室跟他讲说我是谁，然后想跟他见个面。那其实也等了蛮久了，等了两三个礼拜，他终于说，愿意跟我见面，然后那个给了一个时间。我觉得到后来他就是张董事长，就是非常有诚意啊，就讲说国家文化部要不要购藏是一回事，但是你要借出去展览，他二话不说，也不洽取任何的钱。这样，我其实真的觉得说，这个我们碰到一个还不错的人。那一天其实下着雨，你如果没有注意看的话，你会以为它是一个广告看板或者是一个货柜然后用很不起眼的帆布包着这样。我其实心里面有觉得说，我们文化界的人找他找好久，觉得好辛苦这样。我们事前知道的讯息，那个专业界都讲说要取这个东西要怎么取所以曾经都建议说把它裁切分开来运送，然后真的要复原的时候再把它拼起来。但是我们到现场去的时候，其实事情不是这样。就是它其实是完整一整块放在那个地方，这样，它竟然连切都没切。当然后来我们也知道说，它在搬运的过程有造成一些损害了，有可能。但是这个壁画竟然就完整没有被就是在计划性的破坏底下，完整的被搬到这个山区了，那蛮感动。就这个拆除包装跟专家进来看的时候，我们其实觉得，他们也做得很细心，知道这个核心的部分在哪里，就是那个表面的马赛克。我觉得那个他对文物的保存算是不错的。因为在日本学画的时候，他开始会觉得他在画面上所表现出来的色彩，跟其他的同学，就是日本的同学不太一样。然后他就想说，这个光线的问题，还有就是他的出生地，他所习惯的那个光线，还有就是色彩，其实是受台湾的太阳的影响。一方面觉得自己所习惯的色彩的那种丰富度是属于台湾的，所以他就更往这个方向去发展。然后到了后来，他到法国以后，他觉得说法国的这个后期印象派追求的色彩，其实跟他所要追求的，就是像马蒂斯他那种很温暖的色调，跟他所要追求的其实有类似，所以他就会更往这个方向去发展。他有很多的这种可以说是是世界水平的一些想法。他的所谓公益，其实也是国际性的一个运动里面的一个所谓公益的现代化。他一方面也是对那个可以说是西方文明的这个工业化大量制造，然后追求廉价品的一个反动，所以它是一个比较贴近每一个地方的风土，有自己的特色的，就是要 localize。
他的在40年代、50年代的时候，他很大的心力都放在推广公益，所以创作时间就变得很少。那什么时候开始画太阳？我觉得是要到60年代以后，就是1956年他搬到台中，慢慢生活比较安定下来，也想要开始创作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像蓝雨太阳，或者是向日葵的太阳，用太阳饼、向日葵这样。太阳要怎么画，其实不太容易画，对不对？而且把太阳当作主题来画，如果说它只是陪衬在山边或者是海边，那小的面积那还好，那可是你要变成大的主题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它就会变成是一个有点带有抽象或者是装饰意味的题材，它多少就会脱离，我只是描述一个风景，描述一个地方的特色，不是，它是把重点都集中在这个太阳的时候，这个太阳就抽象开始就太阳会自己会分解，自己会分化或者说旋转，像他所说的，太阳用不是4个角度，是5个角度这样来转，那这样的话，那个光更容易散播出去，它就变成是一个 organic 的东西，太阳，然后它会不断的变化。哇，看到你很年轻的父亲呢。冠骨也比较凸出来，脸感觉比较长，是不是？他要出社会了，就说要毕业了，他出社会，他那个前途，为了前途，他那个就是他脸非常的坚定了，可是他的未来。对未来有一点不确定的那个，有一点那种感觉。他在农护会，然后呢，他要做手工艺推广，然后呢，他就要到各个地方去研究，就是有什么特别的材料什么，他要去拜访，还有呢做一些研究了解这样子。有时候会带我出去，他就要去画画。通常他是做 sketch， 就是那个素描，对呀。有时候他会就是说画油画，现场画油画，他就要带着那油画箱，里面有画笔，有颜料。那时候他就会带我去飞。书童的意思就是这样。他画画的时候你在旁边干嘛？对，我在旁边就在那个玩耍。譬如说他到台北，然后呢，他要回来，我就会到台中的火车站后火车站。我家是在后火车站1公里里面，我就会骑他去他后火车站去等他。然后他回来，他常拿一个皮包放衣服啦什么，它里面一定会有一包那意面的红豆面包，昂胖，每次回来就有那一包，那昂胖可以吃，我就很高兴呀，就这样。他就是画我，因为他要我要坐那里，坐这样10分钟不能动，那对我来讲大概很辛苦，因为我是一个好动的，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他的那个就是我要站起来的那个一个姿势。
你可以从他的画就可以看出来他对他的心情，他对子女的心情，他就是80岁的时候，他到我家去了，在住了他一个多月，然后呢，他到我家，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要找个地方当他的画室。他在日本，他的那个就素描已经学了2年，然后他到欧洲到巴黎的时候，他还在重新学素描。他认为素描是最重要，因为他的基本功夫嘛，所以最重要。他非常骄傲他的素描，很扎实。然后呢，他另外一个就是颜色。那时候后期印象派就开始这个阳光，以阳光为主嘛，有颜色，它有基原色。然后呢，他才开始研究这个颜色怎么画，然后怎么掌握这个颜色。他调一个色是大概要1分钟，来回这样子重新搭配不同的颜色，然后调出来他要的，然后再往上画。然后画呢，他只画2、3笔，他又要重新调色，所以他是非常认真，而且对颜色非常敏感的。公益治愈人的生活，就像空气治愈人的生命是一样的，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生活里面的东西啊，都没有办法或缺的。严雄老师那时候的相关的设计，我们在他的这个著作上面还可以看得到，可以看得到藤编啊、蔺草编啊，像这个是用做蔺草的，他的设计，你看他把材料的部分做了简单里面的不简单，造型上面来讲，它其实没有很复杂，但是适当的做一些配色，然后不会太花俏。对，所以我们在设计里面在谈极简的概念，很早严老师的创作里面就有极简的概念在里面了。客厅级工厂了哈，我们大家都经过这个年代，客厅级工厂那时候就是从农业要走向工业的时候，工艺就进来了。从这个国外留学回来之后，他其实看到台湾的当时的那个时代的现况，然后开始要在做转型的过程里面，我相信他一定有很多的思考了哈，应该要台湾的这个未来应该何去何从？在那个当时的状况底下，我想从农业时代要进入到工业时代的过程里面，需要的是透过技术能够有创造出一些经济的产值，它就会更多的收入，就能够够把到生存就无虞匮乏。
这个颜水龙老师本身是一个画家，从日本、法国留学完之后，看到其他的这些先进国家的整个发展的过程里面来思考台湾的这个未来的发展。我想工艺中心应该是他非常念兹在兹的一件事情。如果要跟人民做最接近的部分，当然一定是家具，好，因为家具是家里面的重要的器具，生活里面非常重要的器具。然后我们在现场看到的这些竹椅、竹桌，这个都是当时颜水龙老师的设计。竹家具的话，应该是最能够代表颜水龙老师的对于台湾生活美学非常重要的创作，所以他会从美术的到工艺到设计，开始从单一件到量产，他已经不再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现在做的部分是能够美学的部分可以进入到人民的生活的常态的生活里面去的。我们可以不断的从博物馆找到很相似的，比如说衣服啊、头饰啊、项链啊。去找到颜水龙画面里面会常出现的元素，然后就会发现说，他真的非常在意去呈现这些文化的内容跟细节，而且他不太会去改变，就是为了画面的需求去改变它的颜色跟造型，因为他知道这些造型跟色彩背后的文化意涵是紧紧相连的，他不会为了他的美学追求去更动台湾原住民族在文化上所追求的那个文化意义。他到底是感性的艺术家还是理性的艺术家？那我觉得他可以非常非常的理性，可是其实你去看他的作品的美感，如果没有感性的成分，也是做不到的。像这些设计图，它有很多建筑的沟通逻辑在里面，这必须是要很精准的操作这个制图的这个程序。就我觉得他的人生充满着暧昧性，包含工艺跟美术，他不觉得有那一条线去把它们分得很清楚。原料所产生的这个特质，来加配合伊的这个加工的技术。啊，这个时代一直经过来，就是应付的时代。这个时代发展。即阵别个国家拢安尼，咱遮可能拢去化学，迄个迄下面拢加者。那个因为这个问题，我用过一层来配合。你若去做这个面，就因为要做啊水，也要趁几兄来用，在这个中间啊，伊的精神方面啊，相当的这个所在。微微的有设计的角度来保持这样来，水平 OK 啊，水平 OK， 来有在溜。它是以台湾为荣，以台湾的风土，以台湾的太阳为荣耀，所以他要歌颂台湾的太阳。来，轮胎有在动。日出日落这些，还有他对在太阳底下的原住民的那生活，譬如说那个兰屿的第一道曙光，或者一本太麻里的第一道曙光，就是这个跳出来的一金光，就非常闪烁，很壮观。因为是日星就是太阳嘛，所以他创作就是一个六角几何形，然后也光芒四射的，非常精彩的描述台湾的第一道曙光。他为什么会是工艺的先驱者？在他的脑袋里面，
已经不再是自己的一个创作，他创作的是台湾整个生活的美好的一个产业。结构机是算完大概62吨左右，所以预计这个重量来判断，我们要用多大的机具来把它吊挂起来是安全的。下山的那个下坡的坡度，然后跟它的困难度，比我们预期想象的还要更难，还要更难。尤其是在转弯处的时候，安全上是一个考量，那在这个地形上的克服，又是另外一种很难的一个思考。这么大的18公尺宽的东西，到底怎么保存？所以如果有机会，就是借这个展览，然后公诸于世，让更多人能够欣赏，让严守的太阳能够让每一个人都能够理解。然后我们要许一个大愿，希望这一件旭日东升能够保存下来，就在国美馆，永远跟我们每一天、每一个看见每个太阳，看见每个月亮，给我们最大的安慰。艺术是高贵永恒的存在，更是生命的深刻体悟。证券柜台买卖中心邀您一同探索艺术价值的无限可能。